母亲，救我！父亲疯了，他竟然瞒着您偷偷定下了婚约。你父亲给你们定的哪家？是他那位守了寡的白月光，林家的那个五品官女儿。母亲，我是伯府世子，若我娶一个五品官的女儿，令和公主定会杀了我的。父亲怎能如此狠心？我堂堂伯府嫡女，他竟要我下嫁给林家那个破落户。你父亲亲口说的。父亲说，从前年少遗憾，现在孩子这辈圆满了。他为了圆自己的梦，就要毁了我和哥哥的一辈子。昌平侯夫人昨日还约我去赏花，如今让我如何见人？年少遗憾，好一个圆满。沈姐姐今日怎么有空过府？裴郎说这些年辛苦姐姐操持家务，他心中始终有愧。裴韵瞒着我，想定下两家的亲事。裴郎也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。我们虽无缘，但孩子们若是能成连理，也算全了当年的情分。不就是年少遗憾吗？何必折磨孩子？这是和离书，我已经签好了字，这就给你们腾地方。你竟然要和离？既然裴韵那么想圆满，我成全你们。你不必等下辈子，现在就能带着你的孩子名正言顺地进裴家的门。裴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我给你腾地方啊，腾地方。比起做裴韵的亲家，做他的妻子，不是更好吗？你会这么好心？不是好心。上一辈的恩怨，何必害了下一辈？裴夫人，我是真心仰慕一之哥哥的，可一之不喜欢你。向来儿女婚事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管裴一之愿不愿意，裴君已经许了这桩婚约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愿让出裴韵之妻的位置，换你放过我的一双儿女。上面也有我的签字，但裴韵还没签过。至于如何让他在这上面签字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当年你那么喜欢他，如今竟然舍得不要了吗？你也说是当年了。夫人，请留步。我知道，以我的门第，确实配不上一之哥哥，可我对他是真心的。若是我嫁了过去，我会全心全意待他，也会孝顺父母，为他开枝散叶。宋姑娘，我信你是一腔真心，但夫妻之间，并非你一腔真心就足够了的。可日子久了，他总会喜欢上我的。宋姑娘，你看看我，因你母亲的一句话，我身为伯府主母，就不得不亲自上门低头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母亲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跪在这儿淋雨？父亲他……既然回来了，就进来回话。夫人提前回来，就不怕皇后怪罪吗？不会，婉儿还留在明华寺。一家人倒还算有一个懂事的。父亲，我说过了，我不喜欢宋家那个姑娘，你为何非要逼我？婚姻大事，轮得到你做主吗？你不仅敢忤逆长辈，还敢私自写信告状，挑拨我和你母亲的关系。那我呢？你要定下一双儿女的婚事，为什么事先从不和我商量？我还不是怕你不满意。宋家虽说门第低了些，但那两个孩子的人品还是不错的。裴韵，你说这话是把我当傻子吗？宋家姑娘就不说了，那宋赵至今连个功名也没有，你这么做，
难道不是在耽误一之和婉儿的前程吗？功名利禄皆是身外之物，只要人品端正不就行了吗？天下人品好的难道只他一家？昌平侯世子去岁参加春闱，还中了探花。论人品，论才学，哪点不比宋家强？够了！你说来说去，不就是想说那是雨雪的孩子吗？都20年过去了，我自问于心无愧，你又何必总是抓着陈年旧事不放？我刚才并未提过雨雪的名字，但你字里行间都是这个意思。总之，我这个做父亲的绝不会害了自己的孩子。母亲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已经和令和公主约好了，年底就去求亲。以她的性子，要是知道这桩婚事，非得杀了我不可。别怕，就算是真的要和宋家结亲，母亲也绝不会牺牲你和婉儿。姑娘，您慢点，快去请夫人。娘亲，我真不想活了。回夫人，是宋家的那位公子，他今日突然上了山，正好撞见姑娘陪着皇后娘娘上香，他竟然当众说……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和姑娘已经定了亲。当时大庭广众之下，皇后娘娘和昌平侯夫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娘亲，我根本都不认得他。这就是裴玉口中的人品好。此事我已知晓了。宋夫人和宋家公子深感不妥，专门过来赔礼道歉。专门过来赔礼道歉？对不起，是我家赵儿没分寸，吓到了裴姑娘，也是我想差了。总以为既然是定了亲的人，私下里见上一面也无妨的。谁与他定了亲？明明是他自己在外面胡说八道，还我清白！婉儿，你和宋家的婚事是为父早前就已经定下的。父亲，我死也不要嫁给他！带下去，将他关进房里，没我的允许不准出来！住手！娘亲，救我！放开我！裴哥哥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为难了。孩子还小，还不懂事而已。我已将婚约事宜都准备妥当了，这些契书和单子，请裴夫人签字缔约。我不签。沈若宁，你疯了！他不签，我签。裴夫人，您看我这身实在失礼，不知可否借贵府更衣之处一用？这是当年我与裴韵成婚时用来交换的更帖，如今归你了。我要的东西呢？一周和晚念的更帖，还有这封裴云签过字的和离书。有了他的更签，加上他亲笔签下的婚书，这回我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嫁给他了。二手的男人可以给他，二手的金银首饰，他可碰都别想碰。这大半夜的，你折腾这些东西做什么？给婉儿筹办嫁妆，还能做什么？成婚近20载，你总算有了些长进，不像往常那般胡搅蛮缠难说话了。阿雪如今回京守了新寡，京中那些人家个个势利眼，连带着她的一双子女一亲也处处艰难。结成儿女亲家，不过是给故人一点照料。如今咱们都是儿女双全的人了，也就你还总为了这些陈年往事跟我吃醋。宁儿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我若真对她存了半点心思，早在这20年里把人接进府门了，何必费这么多周折？你实在太多心了。我没有多心，更不会吃醋。裴韵，你大可现在就把你的旧情人纳进府里，我绝不说半个字。但我的孩子绝不可能和他的孩子成婚。你再说一遍，什么叫大可以将旧情人纳进府？沈若宁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裴韵，你若是有什么年少遗憾，就自己去求你的圆满。
不要拿我的孩子去填你的坑。这世上哪个做父母的不势利？我沈若宁也不例外。我儿子要娶的是当朝公主，我女儿要嫁的起码也是公侯人家。谁愿意跟一个五品官的寡妇结亲，谁就自己去，我不拦着。沈若宁，这门亲事我已经定死了，由不得你在这里拿教。夫人，您真要把大人推到那秦寡妇的床上去啊？去就去吧，一个快40岁的老男人了，早就过了花期，现在有人愿意接手都不错了。倒也是。快些，别误了吉时。一之，再忍忍，听母亲的话。忍不了了。令和送了信来，说听闻我要成亲，这辈子都不想见我了。母亲，我还不如死了干净。你且看，那是谁来了？我还以为裴夫人是骗我的呢。裴一之，原来你当真为了我，在这闹得要死要活的。我哪有为了你？我明明是为了自由。哼，行，那你去找你的自由吧。本公主走了。别，你就是我的自由。那个，你怎么会偷偷来找我？我就是来看看，看你死了没有。多谢公主殿下挂怀。他肯来看我，已经很好了。是我对不起他，竟然要去娶别人为妻。谁说是你要娶妻了？是你父亲要娶妻。母亲，为了我们，你要把父亲卖给旁人了吗？你说呢？我苦心栽培你与婉儿多年，他却一心只想抬举别人的儿女，这样的丈夫，我还要他干什么？我也问你一句，你还想要这个父亲吗？那就不要了。婉儿，听母亲的，等你与雨雪的儿子成了继兄妹，你那门婚约自然就没了。如此设计，父亲他未必会愿意吧？他既不管咱们的意愿，硬要给你们定亲，咱们也就不必再管他愿不愿意了。你还不懂那寡妇家的心思，他们好不容易攀上伯府，是绝不肯轻易罢休的。你哥哥招惹的是令和公主，这门婚事就算逼死他也成不了。但你不同，你若不反抗，就真要被送去宋家了。你是想让自己嫁给那个宋兆，还是想让你父亲娶了那个寡妇？你自己选。那只能牺牲父亲了。放心，等你父亲娶了新妻，你哥哥自会搬去公主府。你也快出嫁了，往后你们跟那家人见不到几面的。好，只要你们懂事，日后自会明白为父的一片苦心。命人将喜帖分发各府。是老爷。把原本那些撤下来，将这一批全数换掉发出去。记住，一个字也别漏。夫人放心，小的明白。吉时都要到了，他怎么偏偏这时候病倒了？这让我如何向宋家交代？只可惜我不是男儿身，否则还能替哥哥去应这一回亲。宋家这种小门小户的亲事，一直病成这样，谁想结这个亲，谁去便是了。我去？不然呢？难道让这婚事成了京城的笑柄不成？去宋府。劳烦。裴伯爷客气。走吧。母亲可有什么话要留给父亲的？就说我祝他此生无憾事，往后皆圆满吧。
请。一之啊，不是说今日是你成亲吗？怎么这主位……非也，老大人您定是听差了，今日是我爹娶妻。是吗？那真是我老糊涂了。您老快请上座。原来今日定亲的是裴大人和那位宋夫人啊！上回在山上，我还真是听差了。父母和离的事，本不好往外说，让夫人见笑了。唉，难为你了，好孩子，摊上这种事。夫人呢？审视人在何处？吉时到了。这像什么样子？夫人呢？沈氏去哪儿了？他是怎么安排座位的？裴大人，夫人这不就在您身边站着呢吗？你说什么胡话！夫君，你叫我什么？你母亲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今日成亲，为什么还不去换喜服？父亲，您莫不是高兴的糊涂了？母亲不是早就与您签了和离书，搬离伯府了吗？今日明明是您迎娶新夫人的大喜日子。我成亲？我成什么亲？你疯了是不是？这是你的婚礼，我怎么可能和你母亲和离？沈若琳，你给我出来！别玩这种把戏！沈若琳，一拜天地。裴哥哥，是我啊。你说你是谁？怎么会是你？新娘，怎么会是你？若宁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前2日看你匆匆下山，本宫还当是你府中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回娘娘，确实没什么大事，不过是抽空回去把婚给离了。什么？你当真与裴韵和离了？他那个人最是死心眼儿，怎会轻易答应放你走？略施小计罢了，由不得他不肯。想当年你也是真心实意爱过他的，本宫那时劝你莫要下嫁，你偏说他模样清俊，性子可爱，成婚20载，他待你也还算过得去，怎么如今闹到这般地步？这是他自找的。他放着安稳日子不过，非要闹着去跟雨雪结什么亲家。他想全了年少的遗憾，我便全了他的圆满。令和，你又要往哪儿溜？母后，儿臣听说裴家今日有大热闹看，正想去瞧瞧新鲜。裴夫人，您竟也在啊？成日里毛手毛脚，什么破热闹你都要去凑，那是你能去的地方吗？裴韵要迎娶雨雪，这2个名字怎么会写在一张喜帖上？这热闹，娘娘若是好奇，想去看看也无妨。走，令和，跟本宫一起去瞧瞧。真的假的？裴大人自己娶的，新娘是那个寡妇。雨雪，我何时亲口说过要娶你了？你这分明是骗婚！裴哥哥，这婚书可是你亲手签下的，白纸黑字，你怎么能抵赖？那是你耍手段骗我签的。再说了，我签的分明是给我儿子迎亲的。父亲，慎言啊，您就算现在想悔婚，也万万不能把这种事栽赃到儿子头上啊！裴一之，你这个畜生！你就算自己不想娶，你也不能合伙拆散我和你母亲，你这是不孝！好啊，裴一之，
你口口声声私下许给了本公主，转头你父亲却还要逼你娶妻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想玩两面三刀这一套。公主，这种不忠不孝之人，本公主留着你也是祸害，今日不如就杀了干净。公主饶命！民女发誓，民女与裴公子真的毫无瓜葛，求公主明察。公主殿下，误会了，臣从未为一枝订过婚，今日这一场与他无关。哦，既然裴大人这么说了，那本公主就信这一回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公主就不打扰裴大人的新婚大喜了。裴哥哥，我怎么可能骗婚呢？那婚书是你亲手签的，喜帖是你亲笔写的，甚至连迎亲的花轿也是你亲自迎进门的。各位大人评评理，这天底下哪有这种骗婚法子的？你这毒妇，分明是你做了手脚，趁我疏忽将我蒙在鼓里。裴哥哥，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认吗？可是我有证据能证明你从头到尾都是知情的。众位大人，祖老在上，我有裴哥哥的亲笔更帖为证。胡说八道，这定是你伪造的。裴韵，这更帖上的八字和印章是真的，绝非伪造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明明是定亲用的更帖，你怎么会有我的更帖？我自己都多年未见了，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沈若宁，你是怎么当这个家的？连这种要命的东西都收不好，被人偷了去你都不知道吗？拿回去，赶紧收好。裴韵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这更帖难道不是你前几日亲手从我那儿取走，说是要交给于姑娘，好全了你们当年的遗憾吗？裴哥哥，沈姐姐都说了是你要给我的，你现在却当众赖账，你要逼死我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沈若宁，你竟然……原来你们早就决定好了要把我赶出这个家。沈若宁，你就为了孩子，宁愿把我出卖给别的女人？你之前不是口口声声说于姑娘无依无靠吗？你说你想要照顾她，如今如你所愿，你可以尽情照顾。可我没说过要娶她，何况你我才是夫妻。诸位做个见证，我与裴韵已经和离。裴大人确已和离，如今又有婚书与更帖为证，这便算不得骗婚了。既然如此，喜事继续吧。臣悔婚。裴大人，你当真要在这喜堂之上当众悔婚？裴韵，事情都闹到这个份上了，你竟然还是不肯答应。是，臣要悔婚。你现在说悔婚已经晚了，我早已提早将婚书礼单送去了衙门，手续已办妥。我和2个孩子已经过了户，如今你急书上妻子的名字换成了我。于雪，这么多年我对你一直不薄，你非要如此算计，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我不管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名义上我已经嫁给你了，往后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，我的女儿也是你的女儿。裴韵，是你先对我无情无义的，我冒险做这一切全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的孩子。我要休妻。休妻？这什么休妻？我的天啊，真是丑态百出！我无口过，无恶疾，更无私通，你没有理由休我。那就和离，你给我滚出裴家！我不同意。你这……福老爷下去休息，请大夫。荣宁，还好你带着一双儿女跑得快，这姓于的女人一旦沾上，裴韵怕是要脱掉一层皮啊。诚然，宋昭和宋清兄妹俩并非大奸大恶，可若是让易中和婉英跟于雪做了亲家，这辈子就都得在泥潭里挣扎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诸位大人、夫人，实在抱歉，裴大人今日许人逢喜事，身体有些抱恙，先行歇息去了。大家莫要拘礼，请继续入席用膳，照顾不周之处，还请海涵。来来来，大家吃菜啊！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是吃还是不吃啊？娘娘，今日这出闹剧你也瞧见了，从今往后，一枝与他父亲的关系，
怕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一枝这孩子性子单纯，没了生父依靠，若能跟了公主，她往后定会全心全意为您和殿下效力，绝无二心。好一个沈若清，本宫就说令和怎么非要拉着我来看戏，原来你们联合起来，专门引本宫来看这一出投名状。娘娘，自古忠孝难两全，如今一枝为了公主，已然成了裴家的逆子。放眼京城，您再也找不到像我家一枝这么忠贞不二的女婿了。为了保全儿女，你这当母亲的倒真是一身的心计。也罢，这婚事本宫应了。谢娘娘恩典。沈若宁，你真狠啊！你把你的那些嫁妆香笼全都搬走了，一样没落下，却唯独把我落在了那个泥潭里。裴大人，今日是2个孩子大喜的定亲礼，你说这些疯话做什么？那封和离书我根本没同意，我当时只是受了雨雪的蒙骗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裴大人，更妾已换，婚书已成，你现在的妻子叫雨雪，正在裴府等着你回去圆满呢。裴大人，自重，即便你没签那张字，如今咱们也是2家人了。沈若宁，你怎么能如此对我？我们做了近20载的夫妻，我这20年没有通房妾室，从不去那烟花之地寻欢作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现在的行为，这是在休夫！我裴玉没有过错，你凭什么休弃我？裴韵，别说的好像你没纳妾、没逛窑灶，就是对我有多大恩存似的。这20年，我也没有别的男人。我看你是这些年好日子过得太顺心了，闲得没事干，才敢把我的孩子随手许给你的老情人。你当时怎么说的？功名都是身外之物，只要人品好就行。现在我把你亲手许给了那种好人家，让你自己去切身体会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你根本就不爱我。你有病吧？当年你随父母相看我时，是你亲口说的，说功名都是身外之物，只要人品好就行。既然你当年都能因为人品看中我，我如今为什么不能让孩子下嫁？我有说过这种蠢话吗？夫人，您年轻相看那会儿，好像是说过这话。若宁，你别这样，我一开始真的只是想和你生气，引你注意，后来商议婚事，那是你们也都点头同意了的，怎么能全怪在我一人头上？裴韵，当年我当着长辈的面夸你，那是说给家里人听的场面话。我之所以相中你，纯粹是因为你长了一张好皮囊，可不是因为你那所谓的人品。你现在听懂了吗？若宁，吵架归吵架，你别开这种玩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谁跟你开玩笑？实话说，你的人品真的很一般，甚至让我觉得乏味。不可能！沈若宁，当年你还没过门时写信给我，信里白纸黑字写着你是真心仰慕我的才学和为人。骗你的裴韵，你也不动脑子想想，当年我母亲是郡主，我与当今皇后是手帕交，我见过的京城世家才俊，你吃过的盐都多。你当时不过是个刚中榜的探花郎，连个相的官职都没捞到，我能仰慕你什么？仰慕你那自命不凡的清高，还是仰慕你那薄得见底的家业？可洞房花烛夜那晚，你红着脸跟我说，你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，只想守着我好好过日子的，那总是真的吧？那也是骗你跟我睡觉的。我要是不把你说的跟圣人下凡似的，就凭你平日里那副高冷古板假清高的木头样子，你这辈子好意思在女人面前脱衣裳吗？骗我的，全是骗我的！原来这20年从相看到成亲，全是骗我的！沈若宁，站住！我们做了20年的夫妻，整整20年，难道在你眼里，我裴玉就真的没有半分好处吗？有啊，你这人虽古板，但胜在不近女色，家宅清静。最要紧的是，你和我生了一双好儿女，长相都随了你，没被我那边的长相带歪了。既然已经两清，裴大人请便。沈若宁，你这个骗子，我要杀了你！父亲，您这是在闹哪出？再这么使劲，怕是要把公主府的蓝贴都给撞坏了，到时候儿子可没法向内务府交代。滚开！你这个出卖亲生父亲换取荣华富贵的畜生！父亲，您看您现在娶了那位姓于的，过得也并不痛快。既然您自己都受不了，当初又何必非要逼着我娶他女儿呢？那能一样吗？当年我也是奉了父母之命，被迫娶了你母亲，虽说是被迫，可后来这20年过得不也还行吗？父亲，您这话说的真有意思。您原本想娶的是谁？后来被迫娶的可是我出身高贵、貌美如花的母亲。可您逼我娶的是谁？我原本要娶的又是谁？您这不是诚心搞笑吗？当年我与于雪确实议过亲，私下也说过几句懵懂的话，但我与她之间清清白白，并无私情，这一点你是最清楚的。我当然清楚。裴韵，临别之际，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吧。当年你和于雪差一点点就互换更体定亲了，是我硬生生把你抢过来的。你们这对苦命鸳鸯被我拆散了20年，现在重修旧怀也不算晚。
你赶紧回去抱着你的白月光过日子吧。哦，这件事他早就告诉过我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觉得当年确实算欠了他的。我想着让孩子们结为两性之好，也算圆了当年的遗憾。沈若宁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太爱我，当年才不择手段破坏我的婚约，这都是人之常情，我不怪你。走，夫人，您慢点。姑爷瞧着好像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，脑子都不清醒了。别回头，快走。都快40岁的人了，要是连这点打击都承受不住，那是时候去寻死了。母亲，您听说了吗？雨雪嫁进府里的头一天，父亲就在家里闹着要和离，现下听说是已经气得搬出去住了。那是他们夫妻俩的家务事，外人哪轮得着去论长短？说不准啊，这正是人家当年的遗憾，如今在那儿打情骂俏呢。母亲，您这也忒无情了点儿。从今往后，关于你父亲的任何事都不必再拿到我跟前了。那些又是什么人？哦，那是江南那边为了贺公主大婚特意送来的乐师，不知是从哪儿搜罗来的美人，这几日可把哥哥气坏了，醋得不行。这不，哥哥正下令要把他们都遣送出府呢。遣送出府？要送去哪儿啊？这我倒没细问，兴许是送给哪家达官显贵了吧。沈姨母安。世子，裴家表妹，不必多礼。按裴家的谱系，婉儿与他算不得亲戚，可若顺着我母家这边七拐八角的排，倒还真能攀上一星半点。这孩子一开口便称我姨母，倒是个极懂礼数、心思活络的。姨母，家母近日时常念叨婉儿妹妹，说许久未见她去府上玩了，心中甚是挂念。既然如此，婉儿，我还未曾去见过皇后娘娘，你先跟着燕表哥去拜见一下侯夫人吧，记得守规矩，别走太远。多谢姨母成全。是母亲。若宁，刚才听底下人说，那些个江南来的俊俏乐师，你都要了。怎么，娘娘舍不得？本宫是怕你闹得太大，那裴韵还没咽气呢，你就大张旗鼓的往家里抬人。他裴韵能在那儿全他的年少遗憾，我凭什么不能找几个赏心悦目的乐师排忧解闷？你呀，真是半点亏都不肯吃。怎么？娘娘莫非是担心我如今离了裴府，连区几个乐师都养不起了？本宫倒不是担心这个，只是裴韵那个人你是知道的，古板到了骨子里。要是让他知道这批原本贺大婚的乐师进了你的私宅，他定会觉得是本宫在背后纵容你，少不得要偷偷记恨本宫一笔。都和离了，他爱记恨谁便记恨谁去，谁还耐烦管他的心思？夫人万安。请起，快请起。你叫什么？会些什么？回夫人，小人善吹长笛。不错，声音清亮，合我心意。那你呢？回夫人，小人善弹箜篌。箜篌，这乐器难练，倒是个有本事的。善弹箜篌很好啊，本夫人平日里最喜欢的便是那琵琶之声了。毕竟无论是箜篌还是琵琶，手上功夫都要求极巧，你说是吗？真好玩，瞧瞧这一个个的，比那刚出水的芙蓉还要娇艳几分。有这么好玩吗？真是阴魂不散，裴韵怎么又跟过来了？沈若宁，今天是你亲生儿子定亲的大日子，你不去前厅帮着应酬宾客，躲在这里和这些下贱坯子厮混做什么？裴大人这话好生奇怪，我自己的儿子定亲，我自然是高兴的，只是前厅酒气太重，我嫌闷得慌，来这儿听两曲清雅的，难道还要向你报备不成？你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吗？裴大人管的未免太宽了，我做什么与你何干？沈若宁，那天夜里的和离书，我不仅签了字，我连你和侍女说的话都听见了。你嫌弃我老，还说我花期过了。哼，去，将这些人都送回我新买的那处宅子里，好生安顿。站住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这日子，当真是不想见谁，偏能碰见谁。你的好儿女在那边，你不去护着？令和在那儿，想必雨雪翻不起浪。但婉儿呢？这园子大，容易生出风波。
果然来了。婉儿，快，那是婉儿落水了！沈若宁，那是你亲生女儿，你竟然不着急，你还是不是她母亲？别急，先看看。婉儿给令和公主做了5年的伴读，什么宫廷斗争、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况且她自幼便会浮水。快，去将他哥哥裴一之给我叫过来！快，可有侍女会水，重赏！我去吧，我下水去救裴姑娘。宋公子说笑了。去，取竹竿来递给表妹，再去备暖炉和干净衣裳。另外，即刻去唤裴一之过来。是。陆家那小子倒是机敏，可这宋昭简直丢尽了颜面。这不正是你千挑万选给婉儿定下的良人吗？怎么，现在瞧着不顺眼了？裴大人，并非是我刻意看不上雨雪的儿子，今日你也亲眼瞧见了，是他家实在上不了台面。你当真是觉得人家昌平侯世子陆燕是不会有水吗？夫人说的是。裴大人请自重，我已经不是你的夫人了。不能再等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裴姑娘，人呢？宋公子莫怕，我来救你。事发突然，这是我的衣裳，暂且委屈便妹遮挡一二。谢谢世子。去请大夫，准备热水姜汤。多谢2位兄长今日舍身相救。原来那人也是裴姑娘的兄长，从未听说过裴家还有这么一位公子。这位兄长是我家中后来进门的哥哥，刚才他也是救人心急，竟一时忘了自己并不擅长水性。是我不擅长。你就别管旁人了，先去更衣吧，免得着凉。走吧，我的好弟弟。既然你这么舍己为人，做哥哥的也得亲手带你下去换身干净衣裳，咱们好好聊聊。你这个毒妇！说，到底是谁放你进来的？你平时算计我就罢了，如今竟然还要把歪主意打到婉念头上。我哪里害他了？不过是想让我儿子搭把手帮帮忙，顺便成全一段姻缘罢了。裴哥哥何必如此动怒？雨雪，事到如今你还不肯承认，我从前当真是瞎了眼，怎么没看出你竟是这种阴险歹毒的小人？裴韵哥哥，从前你也不是这副样子的，明明你当年成婚前根本就不喜欢那个沈若宁，不是吗？裴哥哥，事已至此，沈若宁已经不要你了，你又何必自讨苦吃？收收心，回来我身边吧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其实我最近才发现，是我太高估了我自己。我以为我身为父亲，能做一双儿女的主，能像当年我父母那样给他们选亲。我之所以敢如此独断专行地逼他们成亲，是因为我这20年来极其满意当年父母强迫我选的妻子。裴韵，你再说一遍！雨雪，闹够了就收场吧，我们和离。沈若宁，你躲在这里是专门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你的笑话，裴夫人未免太抬举自己了。你这种成色的笑话还不配让我费神来看。我是来警告新晋裴大夫人的，今日之事是最后一次。你和你那2个孩子要是再敢生事，手伸得太长，可别怪我动真格的，让你们在京城待不下去。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在这儿跟我斗狠，不如赶紧去看看你那个宝贝儿子。依着驿站周和世子的脾气，这会儿估计快把他打死了。若宁，
听说了吗？那个宋兆那日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连门都下不去，是被人抬着去就医的。若宁，那日婉儿意外落水，偏偏是披着我家燕儿的斗篷回的，虽是救急，可终究还是逾矩了，累了婉儿的名声。夫人言重了，那是救命之恩。我那混账儿子今日跪在我跟前，说是他不懂事，坏了姑娘名节，非要我上门求个亲事，把这债还了。你看，世子心怀赤诚，婉儿能得此良缘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这箱抬稳了，送到婉儿院里去。下雨了，你别着了凉。明天我就要嫁入昌平侯府了，哥哥年底也要住进公主府。母亲，等我们都走了，这座大宅子里往后就真的只剩父亲一个人了。母亲，这段日子我看父亲变了许多，他穿您喜欢的颜色，亲自给您送伞，看起来父亲是真的知道错了。婉儿，过来。世子夫人，在你出嫁前，我最后再教你一件事，这也是我这辈子唯一吃过的一个亏。吃亏？您是说，我用20年的顺从和操劳，才换来你父亲林老师的这一场知错。记住了，男人的知错，往往是在他失去所有掌控权、无人可依之后，才生出来的廉价懊悔。这种知错，救不了你的前半生，更不值得你搭上后半生去原谅。请母亲指点。当年你外祖母极力不赞成我嫁给你父亲，那时我觉得他长得好，人品也不错，又是才华斐然，论家世，实话说也不算差，仅仅是不如咱们家显赫罢了。可外祖母当时是怎么说的？她说，我若执意嫁给他，以后绝不会开心。如果不信就走着瞧。如今你外祖母不在了，可她说的话句句见血，你可知她当时是看出了什么？是因为父亲和雨雪一直牵扯不清？不，你外祖母说，不是他哪里不好，而是他根本不懂咱们这种人家的难处。难处？从前我不以为然，总想着家事我一力操持便好了，直到他这次像得了失心疯一样，非要插手你们兄妹的婚事。他不懂，咱们这种与皇室走得近的人家，子女婚家从来不是他一个人能定夺的。无论裴韵是有心还是无心，我若不在这件事上果断割舍掉你父亲，那皇后和昌平侯府日后就要沦落到与雨雪那种人家平起平坐。若真成了那样，咱们岂不成了全京城的笑话？所以您是宁可让父亲和雨雪成了笑话，也不能让皇后和长平侯府受辱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觉得只是你父亲一个人不懂事，怪不到咱们头上。至于这场笑话什么时候停，那得看皇后娘娘什么时候看够了。这个道理，你的夫君陆燕就懂。自从那件事发生，她便再不称我为裴夫人了。你日后嫁过去，千万不要轻易提起你父亲，否则母亲这一番苦心就白费了。报，昌平迎亲对手已出宣武街。报，昌平侯迎亲对手已转入长兴坊。再去催催，让小姐身边的人手脚快些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报，迎亲轿辇已到府门外2条街啦。娘，咱们别去了，求您了，回屋歇着。放手！我如今也是这府里堂堂正正的裴夫人，算起来，我就是那裴婉念的半个母亲。嫡女出嫁，我这当母亲的怎么就不能露面去受礼了？裴夫人，这穿的大红大绿的，是打算往哪儿走啊？我就是想着，今日府里忙，想去前厅看看，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手。沈若宁，你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！雨雪，之前我忍你是怕坏了我一双儿女的心事名声，如今我儿子要做驸马了，我女儿要入昌平侯府，这2桩亲事都已板上钉钉，你觉得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我再对你忍让半分的？拖下去，把这位裴夫人锁回屋里。大婚礼成，谁敢放她出来喘口气，我就打断谁的腿。你就躲在那石头后面看吗？他当着满府下人的面打我，打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是个死人吗？你竟然管也不管！
若宁，你这样做未免太……你还有脸开口？你连个后宅女人都看不好，让她在这个节骨眼出来丢人现眼，冲撞了婉儿的喜气，你该打！沈若宁，你竟然跋扈到了这种地步，连当朝官员你的前夫你都敢打！母亲，您这又是何必？退下！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也想替你爹讨公道不成？岳母，是我陆燕。原来是新姑爷啊！这后府挨人多嘈杂，污了你的眼，还请去前厅一步用茶。岳母，请。那岳父大人这边无妨，他方才只是有些不适，一会儿缓过劲儿自会过去。请。你瞧瞧你现在这家里乌烟瘴气的，婉儿成亲后的回门宴就定在我那新买的宅子里办，你有意见吗？只要你高兴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若宁，我刚才挨打那会儿，其实是想问你手疼不疼？平白无故挨你一耳光，我是怕你把手打疼了。来人，去把雨雪给我叫到偏厅去。都散开！雨雪，事到如今，你我的儿女婚事总算都解决了，你我也该有个了断。合离的事，合离？你想得美呢！他沈若琳的儿女婚事是解决了，风风光光的嫁了娶了，现在你该腾出手来，好好替我的儿子和女儿询问亲事了。听好了，给我家赵儿和青儿寻的人家门第绝不能比他那2个孩子差，否则这天底下哪有公平可言？雨雪，我看你是真的疯了！你真当我是什么手眼通天的重臣？你还没看清吗？我已经被沈若宁扫地出门了。什么当朝皇后，什么昌平侯府，那全都是若宁自己的圈子。这20年来，我从不插手她的应酬，更不屑借她的事去攀附权贵。如今离了她，我裴玉在那些高门眼里算个什么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伯府男主人，你怎么可能没有人脉？哼，意思就是你若看中了我哪位同僚下属家的子女，看在同僚的分上，我还能替你厚着脸皮去问一声。至于那些高门权贵，你想都别想。行了，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，说回正事，你开个价吧。到底要如何你才肯签了那份和离书？裴玉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我这辈子绝不可能答应和离，哪怕你哪天突然死了埋了，我也要带着我的孩子名正言顺的去跟沈若晴争你的遗产。雨雪，你别做梦了，我的家产早就拆成了2份，一份折进了一枝的聘礼，另一份全给晚年添了妆。你跟我耗着也没用，实话告诉你，就连你脚下踩着的这座宅子，名头也不在我的名下。裴玉哥哥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能把钱全给了他们，一分一毫都不给我留？这是我在益州的庄子，田气地气都在里面。还有些压箱底的散碎银洋，只要你点头签了和离书，这些就全是你的。就这点东西，光是你当官这么多年的俸禄，我若是分上几年，拿到的也远不止这些。我早就看清了，你雨雪图的从来不是我裴云这个人，你图的是我的身份，是我的地位。既然如此，我给你2条路选，要么拿了这点钱滚出京城，要么我今日便去辞官离京。你想跟一介平民在这死耗着，那就由着你。裴玉，你疯了吗？你身为朝廷重臣，为了摆脱我，你宁可连官都不做了。你竟然宁可辞官去当一介平民，也要跟我划清界限。姑娘，姑爷他该不会真的要辞官吧？那可是他拼了大半辈子才挣来的前程。由他去吧，路是他自己选的，是官是民都与我无关了。若宁，你可知裴韵当真递了辞证？那折子此刻正端端正正地压在陛下的案头呢。他倒是说到做到，本宫至今都想不通，当初他是哪根筋搭错了？这种亲事他怎么敢想的？谁知道呢？许是多年顺累，真当自己能主宰儿女一生了。还好一直脑子清醒，知道连夜向我通风报信，否则他裴韵当真死不足惜。陛下说人无完人，裴韵这次确实被那雨雪坑得不掰。况且顾念他平时做事还算勤恳，若仅仅为了这些后宅烂事就辞官，未免有些可惜。况且他若真辞了官成了平民，一只这个准驸马脸上也不好看，传出去更成了笑话。若宁，本宫想着与其让他在案头压着那辞咒闹得满城风雨，不如由本宫出面下一道懿旨，直接命裴韵与那雨雪和离。娘娘，若连这种后宅纠葛的小事都要劳动您这尊大佛亲自下旨，那臣妾今后在这京城里
可真是羞得没脸活下去。罢了，既然你有主意，本宫就不掺和了。你先退下吧。听说这儿许愿吉灵，夫人从前可曾来过？沈若宁，你就别在这儿跟我装神弄小了，有什么话开门见山直说吧。也是，我今日约你来，只有一件事，我要你主动与裴韵和离。本来听说裴韵那死脑筋真要去辞官，我这心里确实打了退堂鼓，想着和离便和离了。但现在看你这副操心的样子，既然你沈若宁心里还惦记着他，还喜欢他，那这婚我可就偏不离了。裴韵若真辞了官，你占不到半点便宜，还要陪他去当平民，何必呢？你自己的日子就不是日子吗？那你就错了，我这辈子哪怕自己过得再不好，我也见不得你沈若宁好。凭什么？当初凭什么你抢走了我的婚事？凭什么你能得到裴文这么多年的爱？凭什么你的孩子个个高门显贵，而我的孩子却要低人一等？雨雪，说点有用的吧。你已经是个母亲了，你的儿子今年17岁了，女儿也快15岁了。你这辈子可以陪裴韵耗，可你的女儿耗得起吗？你女儿生得比你年轻时还要好看，你的儿子现在东不成西不就，日后在这京城里又能娶到什么人家的姑娘？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继续和裴韵死闹着吧。只是可惜了你的孩子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在这里见面吗？我想着，若是你这个当娘的不能为儿女的前程打算，至少能在这里拿出母亲的诚心，为他们许个愿，说不定佛祖瞧见了就灵验了。我答应和离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你若只要平平淡淡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带着2个孩子安身立命。你若非要争一口气，我可以送你女儿进皇后组织的女学，送你儿子去西北军中谋份差事。等宋姑娘出了学，名声在外，不愁婚嫁。宋公子历练归来，也能得个一官半职。你有这么好心？说吧，条件是什么？当然有条件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这辈子不能再踏入京城半步。那我岂不是连回来看看孩子都不行？除非我允许。沈若宁，你好霸道！沈若宁，你别以为你真能一手遮天。就算我今天为了孩子的前程答应了你，等他们将来成家立业站稳脚跟了，我照样会杀回京城，继续纠缠裴韵，继续恶心你。到那时候，你又能拿我怎么办？我以前曾有幸见过那位宋大人，他品行正直，清正廉明。你的这一双儿女性子倒是都随了生父，所以才没被你这些年的功利心给带坏了。你突然提他做什么？雨雪，倘若宋大人此时还活在世上，亲眼看见你为了争这一口义气，把自己变得这么不知廉耻，面目全非，你说他难道就不会心疼吗？宋大人当年也来过这里。他竟然……他求你长命百岁，不是求你万劫不复。雨雪，拿着这些体面走吧，给你和宋大人留最后一点念想。这封信是我写给军中兄长的，他就是你的前程。信给你了，但路要你自己走。若是你连这封信都送不进军营，我绝不会再出第2次手帮你。宋昭，毕生不忘夫人的大恩大德。夫人，我替我娘之前做的那些糊涂事，正是向您赔罪道歉。宋姑娘不必多思，他是他，你是你。进了这门，你最好让所有人都忘了你是谁的女儿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在这京城里拨云见日，活出自己的模样。若宁，到底是你办事利索，还好赶在令和大婚的正日子前，你把那个姓于的彻底打发了，没让那些烂事儿坏了喜气。公主殿下金枝玉叶，臣妾也是万般不舍得让她受半分委屈。委屈？哎，令和那性子你是知道的，自小就被本宫和陛下惯坏了，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。
她是那种宁肯玉碎也受不了半分气的人，这才是大国公主应有的魄力，敢爱敢恨，活得通透。禀娘娘，裴大人在阁外求见。辞呈收了，救人走了，他这又是何必？瞧瞧，这雪地里站着的痴情种，你要不要去见见？若宁，我知道是你，我知道是你最后在帮我周旋，沈若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前昏了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孩子们。识人不清，事理不明，裴韵这辈子脑子确实没怎么清楚过，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对你倒是有几分真心，连陛下都私下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娶了你。随他去吧，路是他自己选的，跪也是他自己要跪的。快，裴大人昏死过去了，快把人抬走，送回裴府。滚烫的东西总归是伤人的。若宁，本宫与你相交多年，为了你，也为了咱们年少时的那点情分，本宫可以去求陛下，给裴玉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保他的官位前程。现在只要你一句话，你老实告诉本宫，你心里还喜欢他吗？麻烦通传一声，我想见他最后一面。裴大人请回吧，夫人说了，他这宅子清静，不收留孤寡老人。我才37岁，此去濮阳山高路远，请自便。他在里面，在做什么？夫人说了，他这辈子也有一桩极大的年少憾事，就是将大好的年华全都白白浪费在了一个人身上。还好如今醒悟的不算晚，夫人正请了那样20位乐师在内院抚琴助兴，说是要抓紧这大好春光，好好弥补从前的遗憾。若宁，我以为你当真不会来了。你在门口给侍女留了信，说今日若是等不到我，你就绝不启程前往濮阳。我想见你，哪怕只有一面。见到了又如何呢？濮阳黄河决口，恶票遍野，那是掉脑袋的苦差事。你以为你还是去享福的？我知道这份掉脑袋的苦差事是你特意求了陛下才给我的。你想让我离了这京城的是非地，去那灾荒千里之处，拿命去搏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若宁，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若非心里还有我，你何必冒着触怒陛下的风险，为我谋求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？裴大人慎言，若你只是想说这些自作多情的废话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放手！沈若宁，别改嫁，在京城等我回来，到时候要打要骂，任你出气。夫人，咱们现在回城吗？走吧。驾。快，把缺口堵住！这一层必须夯实。灾情3日一报，这私信倒是比官报还勤。若宁，昨日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你真的改嫁了，惊醒时满头冷汗。今日濮阳水位又涨，我险些被浪头冲走，日后定会更加小心。若你有心，托人带只言片语回信，我也知足了。夫人，裴大人在信中又提回唤过的事了，您看要不要？不必。夫人，不好了！濮阳那边刚传回的消息，说是3日前在某处缺口堵口时，上游洪水骤然爆发，裴大人为了救人被卷入洪流，随浪而下，至今尸骨无存。尸骨无存。若宁，我观察夫人许久了，你好像是喜欢看我穿月白或者青绿，怎么如今你有喜了，我就得被赶到外院去住？你再说一遍，什么叫大可以将旧情人纳进府？你嫌弃我老，还说我花期过了。别改嫁，在京城等我回来，到时候要打要骂，
任你出气。走过了每一步，却偏偏落得个尸骨无存。夫人，您怎么落泪了？这曲子还听吗？继续弹吧，不必听。不必停，也不必让人知晓。有些心愿，本就是求个万一。